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4月15号。昨天视频在结尾的时候是希望空方的朋友一定要转变思路啊，包括去年在比特币2万下方或者是 15K 比特币的底部，希望朋友们抄底一定要给我抱住。很多人是不明白，我去年1年的时间一直在喊大家抱，抄完底部你就给我抱住。期货的单子，我在 19K 左右有开的一笔多单，当时 FTX 交易所跌破的时候也是有报过一只仓，但是后面是继续开了一笔多单仓位，到现在 15K 的多单还是一样，跟朋友们讲，一定要给我抱住。很多空方的朋友现在也是回来了，不管是空方，去年在 20K 下方的底部有骂过我的朋友，我也是帮大家当做好朋友，或者今天视频来跟大家再来聊一下昨天有提到的比特币这一张月线的凸现。一般每一次熊市的低点，它跟上一次熊市的低点间隔的时间差不多会接近1400天啊。15年的这个时间也是一样，19年的这个时间也是1200多天。那2022年去年的时候底部的时候，其实也是接近1400天左右。或者是等下再来利用这一张月线的比特币 WR 的指标，再来跟家人们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比特币初步牛市会把这个环线来到50附近的时候，有可能会是一个空间的满足位。其实现在才涨了1倍啊，还是一样，尽量给我抱住。一般每一次初步牛市，至少可能都会有2倍的涨幅，或者是日线里面目前也是有背离，粉丝朋友也是在问，现在要不要担心它有没有可能回撤？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啊，不用去担心啊。包括之前以太坊的日线也是有担心过一次啊，会不会背离？但是最终还是一样，它该涨的还是会上去。包括这个楔形现在也是突破，所以我个人观点一定要给我抱住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嘛，是这样子哦。有朋友也是聊到比特币现在在涨高，然后它这个指标开始在背离，背离它是弱于趋势的，趋势是大于一切啊，所以也是有一些朋友在问，现在还能不能追？因为一些空方的朋友也是回来了，回来的话，我都是把大家当朋友。如果你真的仓位很轻的话，我的观点是，你要想办法把自己的仓位至少要有50%。如果它价格跌下去，你要受得了这种大幅的下跌，因为有时候跌起来可能跌个10%或者20%也都是有可能，就是要有一部分的资金去防它会不会有下跌。但是背离就类似上一次前面2天是在这个位置有错过，我当时是希望朋友们，你如果仓位重的话，因为当时有一些朋友也是问我，50%的仓位如果还有剩下的资金，要不要追一些品种？我那时候是回复一些朋友，就是你看到背离的情况下，不要去追。但是我个人观点是，你至少要有50%以上的仓位，不管是比特币或者以太坊或者其他的一些币种，尽量重仓的品种就是这2个是尽量重一点啊。然后以太坊其实也是一样，它背离是弱于这种趋势，趋势在的情况下，而且整个初步的牛市其实现在才涨了1倍。那么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这种背离的位置，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也是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过，它这一根 K 线整理的3根，整理的3根跟当时19年的一个位置也是一样啊。这一根 K 线是在这个位置啊，19年的一个位置，它也是整理的3个，最终是突破，而且当时这个位置它的 KD 指标在周线里面也是在80上方，所以现在的比特币不要去管日线的背离，或者以太坊也是一样，不要去管日线的背离，就是这种周线事隔1年多，1年多周线的 KD 指标在80上方，这种趋势是非常非常强势的趋势，一定做对的单子要给我抱住，包括以太坊也是一样，就是看到日线背离，但是忽略了它这个周线是在80上方，所以我们要去留意更大一个级别的指标的参数啊。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也就是昨天结尾跟大家讲的15年的这一个底部，跟上一次2011年的这个底部，它的时间是间隔1400天，
然后15年的这个底部跟19年的这个底部，它的时间是间隔1200天。然后2019年的这个底部跟也就是2022年的这个底部，它的时间是间隔也是接近1400天。那初步的牛市一般上涨的第一波，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历史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月线里面浪形一般都是会有1、2、3、4、5，或者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一个1、2、3、4、5？每一次牛市一般都是会有类似这种的1、2、3、4、5的一波上涨，所以希望初步的牛市一定要给我抱住，初步的牛市一定要给我抱住。你要抱到第3波这种大涨的时候，到时候在这种高位，想怎么卖都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它19年的初步牛市，还有2015年的初步牛市，一般是涨了1、2、3、4根，4根它也跌不下去啊，后面横的3根会继续月线再涨1、2、3。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19年这个位置也是一样，1、2、3、4、5，现在其实也才3根啊，如果加上这一根十字星，我感觉应该就3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形啊，也就是比特币月线之前在底部的时候一直跟大家提醒，它月线里面的这个 WR 指标，特别是这一条黄色的这一条线啊，它如果能穿过80上方，事隔4年多破80以后，4年多再回到这个80上方，也就是当时在20K 开始抄底的位置，因为它就是月线里面它在80上方，如果一直在这边整理，我的观点就是有人在下方吸筹，不管是什么头肩底啊，或者是什么微科夫的形态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复杂的形态，我个人观点就是有人在吸筹，吸到现在筹码已经是全部都交在主力上面，黄色的这个值现在是已经破了80，所以跟历史上的几个初步的牛市是很像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15年的当时这个底部也是一样，它在之前这边熊市破到底部位置的时候，就是这条黄色的线来到80上方，横向整理了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人在吸筹，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到这一个80上方这边整理的一段时间，就是有人在吸筹。吸完它只要月线里面有这么大级别的 WR 指标破这个80，就是初步牛市第一波就是要开启。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这个初步牛市，到这个位置高点的时候，其实低点跟高点它是涨了2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19年的这个位置，它也是这个黄色的 WR 值破80，初步牛市这边是涨了3倍哦。所以我个人观点，包括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日线其实还有几个目标，一个是31K，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就是在32K， 如果32K 过，有可能不排除会不会去36K， 但是我个人观点，如果按这种目标位，比如说它能涨个2倍，有可能会不会在45000至46000的上方，接近这个 N 型的区间，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个压力区。所以目前其实才涨了1倍，尽量给我拿住。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月线里面的它这个 WR 指标，一般初步牛市第一波的时候，第一波涨幅的时候，这个黄色的值它会直接达到这个50的多空分界线啊，就是达到这个50的多空分界线。那现在呢？现在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啊。然后我们再来参考一下比特币在周线里面，它历史上如果是第一波上升启动的一个位置，一般这个 RSI 指标来到哪一个位置，有可能会是一个极限。到时候朋友们要追，我的观点是可能到时候就要去留意有没有可能会整理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目前周线里面比特币它这一个 RSI 指标，目前是接近70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历史上，比如说初步牛市第一波的时候，一般 RSI 指标来到80附近，有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极限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都已经接近80，它是在这一个高点啊。不过后面它是有一个回撤，再去攻80，也有可能也是一个极限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更早之前15年当时的一个第一波行情啊，第一波行情是在这个位置，它这个位置也是接近70。我
我们可以看一下最高的一个位置是在接近72，或者是还有高点的一些位置，比如说，因为第一波我也不确定是在这一波，还是说有可能是在这一波，所以它后面也是横盘，横盘再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是接近多少？84就是这个分值的高位。如果有这种高点的时候，到时候要去留意周线里面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的回撤，到时候周线里面就不要再追所以目前其实上方应该还有空间如果能突破这个32000，我个人观点也就是周线有跟大家讲的很长一段时间，从比特币历史最高点到这一次熊市的底部 15K。上涨的0.38位置，36000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而且36000也是接近这一个箱体的一个区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图。